嗨，大家，你是否有相同的感受？在学习了几年的中文之后，还是经常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明明我学会了很多的单词和句子，但一到实际情况中，却有话说不出。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如何从不同的方面去提高我的中文水平。I'm Marina. This is Spacing Mandarin Talks, your unconventional China guide. 在我的频道主要分享中文和英文两部分的视频内容。中文会以慢说中文的形式，用日常的中文帮助你们练习听力和口语。英文的内容，我们会讨论更多的中国文化。影响中文学习的第一个因素是语音和声调。我们都知道，拼音是学习中文的基础，但是语音和声调比拼音更加重要，因为不同的词有着不同的语调，如果发音不正确，就会带来误解。有的时候还会让人感到尴尬，所以在中文的学习中，正确的发音就格外的重要。举一个例子，一个学生想要问问题，他对我说：“老师，我想吻你。”但其实他想表达的是：“老师，我想问你。”问 ask 吻 kiss， 所以在不同的语音和语调，发音所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当我听到一个学生说老师我想吻你的时候，可能我会产生尴尬，这就是语音和语调带来的误解。语音和语调的正确使用需要大量的模仿和练习。我们知道中文的腔声发音对于很多中文学习的人来说都非常困难，所以我建议可以使用语音加动作的方式，更好的去练习发音。比如在你说我可以的时候，使用这样的动作，相比于你只是普通的跟读这个词或者是词组来说更加有效。另一个影响中文学习的因素，我认为是思维方式的不同。由于中文和英文的句式结构不同，学习中文的人需要适应和习惯新的思维方式。比如 I eat dumplings at a restaurant。中文是我在饺子馆吃饺子。对于英文的句式来说，是做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但在中文的结构中是我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由于句型和结构的变化，需要中文的学习者更好的去适应中文的表达方式。所以我建议中文的学习者可以去观看更多符合中国日常生活的视频或者是电视，从而去学习中文更地道的表达方式。可以设置慢速的模式去进行中文的跟读和练习。
另一个我认为影响中文学习的因素是缺少真实的中文学习环境。大部分学习中文的人都在其他的国家，他们通过传统的课堂、书本以及线上的方式学习中文，但是书本的表达过于正式和生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表达是比较轻松和自然的，同时我们也会增加很多的俚语和网络日常用语，这使得中文的表达更加的自然和流畅。而这些地道的表达方式是中文学习者不容易通过普通的课堂和书本接触到的部分。所以，中文学习者在进入到真实的中文表达环境中，他会发现课本上所学的内容和中文真实的表达中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我想分享给你们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学葡萄牙语专业，我学习了4年的葡萄牙语。毕业之后，我去了巴西工作。在到达巴西的第1天，我惊讶地发现，我无法听懂日常的沟通，也没办法正常地进行交流。那个时候会有一点苦恼，就像是学习了4年的葡萄牙语，但又好像是没有学过一样。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用我学到的方式尝试去表达，同时记录巴西人日常的表达词汇以及表达方式，之后进行模仿和练习，以相同的方式进行沟通。慢慢，我的葡语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所以在语言学习中，不要太过于在意自己的不完美，而是不断的学习和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中文已经在越来越好了。另一个影响中文学习的因素是中文词汇量。一句话由不同的词组组成，词组的数量影响了我们是否能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掌握一定量的词汇是中文表达的基础。有些人会选择看中文文章、看新闻、听音乐、看电影等方式来积累词汇。在长期的中文学习中，我们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些我自己在学习外语的时候一些积累词汇的方式。我最喜欢的积累词汇的方式是听音乐，因为音乐中的歌词是一种更贴近生活的表达方式。通常歌曲也很短，歌词带有一定的故事性，这让整个学习没有那么枯燥。在听音乐过程中，我会学习每一句歌词，学习它的词组和地道的表达方式。影响中文学习最主要的因素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因为中文的表达与文化密切相关，在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聊天对象，我们的表达是不同的。例如，感谢，这是一个常用的词汇，但在不同的语境下，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课堂或者是书本上，
我们学到的是非常感谢，或者是感谢您的帮助。这是一种正式礼貌的表达感谢的方式，通常适用于和你不太熟悉的人，或者一些正式的场合。那在和家人、朋友的相处过程中，我们会用更轻松和简短的方式表达感谢，比如我们使用 "Thank you" 去代表感谢，或者是发送一张 sticker 带有感谢的话语。如果是朋友之间使用非常感谢或者感谢您的帮助，就会显得生疏和不自然。所以理解中国的文化对中文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中文学习者更地道地表达中文，从而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那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我推荐大家可以看电影，或者是通过使用中国人也在使用的一些软件，去了解中国真实的生活和一些热点，帮助自己更好地学习中文。这就是本期的慢语中文。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可以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你也可以通过这里去了解更多有意思的中国文化。那我们就下次再见。